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陳志遠拿着獎金通知單，20萬變成2萬，憤怒得渾身顫抖。正在這時，辦公室外響起高跟鞋聲，所有同事瞬間緊張起身。董事長林雪梅緩緩走進來，眼神犀利地掃視着每個人。就在眾人屏息等待時，陳志遠卻慢悠悠地站起身，臉上掛着詭異的笑容。大姑，你來了！全辦公室的人都傻眼了。更讓人震驚的是他接下來的話：公司要倒閉了。接下来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陳志遠死死盯着手中那張薄薄的獎金通知單，上面的數字像是在嘲笑他。年終獎金2萬元，開什麼玩笑？他幾乎是從牙縫裡擠出這幾個字。就在3個月前，人事部主管還拍着胸脯向他保證：志遠啊，你今年的業績這麼好，年終獎至少20萬起步，說不定還有驚喜呢。20萬和2萬，整整差了18萬。這不是什麼計算錯誤，這是明擺着在耍他。陳志遠在華騰科技公司已經幹了3年，從一個初出茅廬的銷售新人，一路拼殺到如今的銷售部王牌。3年來，他連續蟬聯銷售冠軍，今年更是創下了公司歷史上單人銷售的最高紀錄，3600萬的合同額。按照公司的提成制度，他應該拿到銷售額1%的獎勵，再加上年終獎，怎麼也得有30多萬進賬。可現在，這張通知單像是一記響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抽在他臉上。志遠，你的通知單下來了。坐在旁邊工位的李華湊過來，眼神中透着好奇和一絲幸災樂禍。我的也才3萬。比去年少了1半多呢。陳志遠沒有搭理他，而是拿起手機撥通了銷售部經理王強的電話。王經理，獎金的事情能解釋一下嗎？陳志遠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，但握着手機的手已經青筋暴起。電話那頭傳來王強略顯尷尬的聲音：志遠啊，這個公司今年經營情況有些特殊，所有人的獎金都有調整。你也知道，現在市場環境不好。陳志遠冷笑一聲：我今年給公司帶來的業績比去年增長了40%，這叫市場環境不好。這個具體情況我也不太清楚，要不你去問問財務。王強顯然不想在這個問題上糾纏，匆匆掛斷了電話。陳志遠看着被掛斷的手機，心中的怒火越燒越旺。他站起身，準備直接找財務部要個說法，卻發現整個辦公區域裡彌漫着一種詭異的氛圍。平時熱鬧的辦公室今天異常安靜，每個人都低着頭盯着自己的電腦屏幕。但明顯心不在焉，幾個平時愛八卦的女同事聚在一起竊竊私語。看到陳志遠走過來，立刻作鳥獸散。到底怎麼回事？陳志遠攔住了正要離開的小張。小張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，平時和陳志遠關係不錯。他左右看看，確定沒人注意後，壓低聲音說：志遠哥，我聽財務部的朋友說，公司的資金鏈可能出了問題，好多供應商都在催款，連辦公用品的採購都被叫停了。資金鏈出問題？陳志遠皺起眉頭，不可能吧？我們這些銷售訂單的回款都是正常的，怎麼會缺錢？小張搖搖頭，我也不太清楚具體情況，反正現在人心惶惶的。都在傳言公司可能要裁員。陳志遠心中一緊。華騰科技是一家成立了15年的科技公司，主要從事智能設備的研發和銷售。
在行業內有着不錯的口碑，雖然不是什麼大公司，但一直經營穩健，從來沒聽說過有什麼財務危機。他想起最近幾個月確實有些異常，公司的幾個大客戶開始變得冷淡，一些原本談得很順利的項目突然中斷，連他這個銷售王牌都感覺到了壓力。但他以為這只是市場競爭加劇的結果，沒想到背後可能還有更深層的問題。志遠，你也收到通知單了？銷售部的資深員工老趙走了過來，臉上的表情很是無奈。我幹了8年，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。你說公司是不是真的要完蛋了？老趙今年快40歲了，在公司算是元老級人物，連他都開始擔心。看來情況確實不妙，不至於吧？陳志遠雖然嘴上這麼說，但心裡也開始打鼓。可能就是暫時的資金周轉問題，希望如此。老趙嘆了口氣。不過我聽說，前段時間好幾個部門的主管都被叫去開秘密會議，連人事總監都神神秘秘的。還有，你注意到沒有？最近高層很少露面，就連副總王建國都很少在公司看到。陳志遠點點頭。他確實感覺到了這種異常，以前熱鬧的公司現在顯得冷清許多，就連會議室都很少有人使用了。算了，車到山前必有路。陳志遠收起通知單，大不了換工作，以我的業績，到哪兒都不愁找不到好工作。話雖如此說，但陳志遠心裡並不輕鬆。他在華騰科技投入了3年的青春，建立了自己的客戶網絡，如果真的要離開，損失不小。更關鍵的是，他總覺得這件事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。下午的時候，陳志遠決定到各個部門轉轉，看看能不能了解到更多情況。他首先來到了財務部，平時熱鬧的財務部今天也顯得很安靜，幾個財務人員都埋頭工作。沒有人閒聊。小李，忙什麼呢？陳志遠和財務部的小李關係還不錯，經常一起吃午飯。小李抬起頭，看到是陳志遠，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。沒什麼，就是整理一些報表。最近工作壓力大嗎？我怎麼感覺你們都挺緊張的？陳志遠試探着問道。小李左右看了看，確定財務經理不在附近，小聲說：“志遠哥，公司最近確實有些問題，好多供應商都在催款，應付賬款已經堆積了不少。而且我聽經理說，銀行那邊對我們的授信額度也有些收緊的意思。”授信額度收緊，陳志遠心中一驚，那豈不是說噓？小李趕緊做了個噤聲的手勢。這些事情你知道就行了，千萬別到處說。經理交代過，這些都是機密。陳志遠點點頭，心情更加沉重。銀行收緊授信，這通常意味着企業的信用評級出現了問題，或者銀行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產生了質疑。從財務部出來，陳志遠又去了技術部。技術部的氣氛同樣不太對勁，幾個工程師都顯得心事重重。大劉，最近項目進展怎麼樣？陳志遠找到了技術部的骨幹劉工程師。劉工程師搖搖頭，不太順利，好幾個項目都被叫停了，說是要重新評估。還有，公司對技術投入的預算也大幅削減，連一些必要的設備升級都暫停了。為什麼會這樣？陳志遠追問。具體原因我們也不清楚。劉工程師壓低聲音說，不過我聽說公司的幾個核心技術可能被競爭對手獲取了。最近市場上出現了幾款和我們產品非常相似的設備，價格還比我們便宜不少。陳志遠倒吸一口涼氣，
技術洩露對於一家科技公司來說，幾乎是致命的打擊。如果競爭對手掌握了同樣的技術，還能以更低的價格銷售，那華騰科技的市場優勢就蕩然無存了。有沒有查出是怎麼洩露的？陳志遠問道。劉工程師苦笑一聲，查是在查，但這種事情很難查清楚，而且最近公司的幾個核心工程師都有跳槽的意向，人心已經開始散了。陳志遠離開技術部，心情越來越沉重。技術洩露、人才流失、資金鏈緊張，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，確實有可能讓一家公司陷入絕境。但是還有一個疑問讓他百思不得其解：如果公司真的面臨如此嚴重的危機，為什麼高層還能保持如此的淡定？特別是董事長林雪梅，據說他最近還在考慮新的投資項目。就在陳志遠胡思亂想的時候，人事部的小王急匆匆地跑了過來。志遠哥，大事不好了！小王氣喘吁吁地說，我剛接到通知，董事長明天要來公司視察，讓所有部門做好準備。董事長要來？陳志遠愣了一下。林雪梅平時很少到公司來，一般都是通過視頻會議處理公司事務。她突然要來視察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會不會是要宣布重大決策？小王猜測道，比如裁員什麼的。陳志遠沒有回答，但心中已經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。明天的視察很可能就是一個分水嶺，華騰科技的命運即將見分曉。一夜無眠，陳志遠躺在床上，腦子裡翻來覆去地想着公司的事情。華騰科技到底怎麼了？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麼多問題？第二天一早，陳志遠提前半小時到了公司，辦公室裡已經有不少人在準備了，每個人都顯得特別認真，連平時最懶散的小劉都在認真整理自己的工位。看來大家都很緊張啊。陳志遠對坐在旁邊的老趙說道。老趙點點頭，能不緊張嗎？董事長親自來視察，肯定有大事要宣布。我感覺，要麼是好消息，要麼就是壞消息，不會是普通的例行檢查。你覺得會是什麼消息？陳志遠問。希望是好消息吧。老趙嘆了口氣，比如說公司找到了新的投資方，或者有大訂單簽下來了。但以目前的情況看，壞消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這時，銷售部的幾個女同事聚在一起，小聲討論着什麼。陳志遠走過去，聽到他們在討論董事長林雪梅。聽說林董事長特別厲害，手段很強硬。小張說道，我有個朋友在別的公司，說林董事長在業內名聲很大，是個很有魄力的女強人。對啊，我也聽說了。另一個女同事小李接話，據說她年輕的時候就敢跟銀行的人拍桌子，為了公司的貸款問題。那這次她來，會不會是來解決危機的？小張眼中閃爍着希望，畢竟他是董事長，肯定不會眼睜睜看着公司倒閉。陳志遠聽着他们的討論，心中五味雜陳。林雪梅確實是個很有能力的人，這一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但問題是，有些困境可能已經超出了個人能力的範圍。你們說，如果公司真的要倒閉，我們該怎麼辦？技術部的小王走了過來，臉上寫滿了擔憂。能怎麼辦？找新工作唄。李華聳聳肩，顯得很無所謂。反正我簡歷早就更新好了，隨時可以投遞。你倒是輕鬆。老趙白了他一眼。我們這些有家有口的，換工作可沒那麼容易。而且現在經濟環境不好，工作也不好找。話不能這麼說。陳志遠插話道，華騰科技雖然有問題，
但還沒到山窮水盡的地步。說不定董事長這次來，真的能帶來好消息。志遠說得對，小張點點頭，我們不能這麼悲觀。公司畢竟有15年的歷史，在行業內還是有一定地位的，不會說倒就倒。就在大家討論的時候，人事經理匆匆走了進來。各位同事注意了，人事經理拍拍手，董事長一會兒就到，請大家做好準備，記住要保持最佳狀態，不要有任何鬆懈。話音剛落，辦公室裡瞬間安靜下來，每個人都回到自己的工位，表面上在工作，實際上都在豎着耳朵聽外面的動靜。陳志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心跳開始加速。他知道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情很可能會改變很多人的命運，包括他自己。上午10點整，辦公室外傳來了腳步聲，那是高跟鞋敲擊地面的聲音，節奏均勻而有力，每一聲都像是敲在人們的心上。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，緊張地看向门口。腳步聲越來越近，辦公室裡的气氛也越來越凝重。平時熱鬧的環境，此刻安靜的連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。終於，一個身影出現在門口，林雪梅緩緩走了進來。她今天穿着一身黑色的職業套裝，剪裁得體，顯得幹練而威嚴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化着淡妝，但眼神犀利的讓人不敢直視。雖然已經50多歲，但保養得很好，身上散發着一種久居高位的氣質。所有人都條件反射般地站了起來，就連平時最散漫的員工都挺直了腰板。大家好，林雪梅的聲音不大，但很有穿透力。請坐。众人這才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，但每個人都坐得筆直，不敢有絲毫放鬆。林雪梅的目光在辦公室裡緩緩掃過，每個被她看到的人都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。她的眼神很平靜，但平靜中透着一種讓人捉摸不透的深意。我今天來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狀況。林雪梅開口說道。華騰科技發展到今天，離不開每一位員工的努力。她的話說得很客氣，但語調中沒有絲毫的溫度，讓人感覺這只是一種禮貌性的開場白。銷售部今年的業績我看了，總體還不錯。林雪梅的目光轉向銷售部這邊，特別是陳志遠，連續3年銷售冠軍，很不容易。被點名的陳志遠心中一緊，但表面上保持着鎮定。他站起身，禮貌地說道：“謝謝董事長的肯定，這都是我應該做的。”林雪梅點點頭，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而是轉向了其他部門。技術部最近的項目進展如何？他問道。技術部主管趕緊站起來匯報：“董事長，我們正在按計劃推進各個項目，雖然遇到了一些技術難題，但團隊正在全力攻關。”林雪梅的回應很簡短，讓人看不出她對這個回答是否滿意。接下來，她又詢問了財務部和人事部的情況。每個部門的負責人都小心翼翼地回答着，生怕說錯什麼話。整個視察過程持續了大約半小時，但對於在場的每個人來說，這半小時都顯得格外漫長。林雪梅的每一個眼神，每一句話都讓人覺得意味深長，仿佛在傳遞着某種重要的信息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始終沒有提到公司目前面臨的困難，也沒有宣布任何重大決策。整個過程更像是一次普通的例行檢查，這讓原本緊張不安的員工們更加困惑了。好，我的視察就到這裡，林雪梅最後說道，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華騰科技的未來需要每一個人的貢獻。說完，
他轉身準備離開，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，以為這次視察就這樣結束了。然而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陳致遠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舉動。就在林雪梅即將走出辦公室的時候，陳致遠突然站了起來，他的動作很慢，很從容，和剛才其他人緊張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所有人都诧異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要幹什麼。林雪梅也停下腳步，轉過身來，眼神中帶着一絲疑惑。陳致遠臉上掛着一抹淡淡的笑容，這笑容在當前的氣氛下顯得格外突兀。他看着林雪梅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大姑，你來了。”這句話就像一枚重磅炸彈，瞬間在辦公室裡爆炸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眼睛瞪得像铜鈴一樣，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話。大姑，陳致遠竟然叫董事長大姑，這是什麼情況？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？辦公室裡安靜得落針可聞，每個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着接下來的發展。這個稱呼實在太震撼了，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林雪梅的表情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，剛才的威嚴瞬間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複雜的神情，有驚訝，有憤怒，還有一種說不清的情緒。陳致遠，他的聲音很低，但每個字都透着含義。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陳致遠依然保持着那個淡定的笑容，仿佛剛才的話對他來說再正常不過。當然知道。他說道：“我在和您打招呼啊，大姑。”周圍的同事們已經徹底傻眼了。李華張着嘴巴，半天合不攏；小張捂着嘴巴，眼睛裡滿是不敢置信。老趙更是直接站了起來，想要勸阻陳致遠，但又不知道該說什麼。這簡直就是在玩火。不管陳致遠和董事長是什麼關係，在這種場合，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叫董事長大姑，都是極其不合適的。這不僅是對公司等級制度的挑戰，更是對董事長權威的直接冒犯。林雪梅深深地看了陳致遠一眼，眼中的怒火越來越盛。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，但握緊的雙拳暴露了她內心的憤怒。很好，她冷冷地說道：“看來你有話要說。”陳致遠點點頭，臉上的笑容變得更加燦爛，但這笑容在其他人看來卻顯得有些詭異。確實有話要說，他頓了頓，然後說出了一句讓所有人都震驚的話：“公司要倒閉了。”辦公室裡死一般的寂靜，所有人都像被雷劈中一樣呆立原地。林雪梅的臉色瞬間鐵青，雙手緊握成拳，眼中閃爍着危險的光芒。陳致遠，他的聲音如寒冰般刺骨，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。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陳致遠卻絲毫不慌，甚至笑得更加燦爛。當然知道，大姑，我說公司要倒閉了。這句話就像是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顆巨石，激起了巨大的波瀾。辦公室裡瞬間響起了倒吸涼氣的聲音，有人甚至發出了輕微的驚呼：“公司要倒閉了！”這句話從陳致遠嘴裡說出來，比從任何人嘴裡說出來都更加震撼。他是銷售冠軍，是公司的頂梁柱之一。他的話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公司的狀況。更關鍵的是，他當着董事長的面說這句話，這簡直就是在挑釁。林雪梅猛地向前邁了一步，整個身體都在顫抖，仿佛在極力壓制內心的怒火。她的眼神變得非常危險，就像是一頭被激怒的母獅。周圍的同事們嚇得連連後退，有人甚至開始悄悄往門口挪動。這種劍拔弩張的氣氛讓每個人都感到恐懼，生怕被波及到。你瘋了嗎？老趙終於忍不住開口，
聲音都在顫抖。志遠，你快道歉！但陳志遠就像沒聽見一樣，依然保持着那個淡定的笑容，直視着林雪梅的眼睛。他的表現讓人感到不可思議，要麼是他真的瘋了，要麼就是他有什麼底牌。林雪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，但她胸口的剧烈起伏暴露了她內心的憤怒。夠了！她突然爆發，一掌拍在旁邊的辦公桌上，震得桌上的文件都跳了起來。給我出去！所有人都出去！她的聲音幾乎是在咆哮，那種憤怒和威嚴讓在場的每個人都感到恐懼。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林雪梅如此失態。平時威嚴的董事長，此刻就像是一頭發怒的野獸。同事們如臨大赦，拼命往外擠，生怕晚一秒就會被波及。有人甚至在逃跑的過程中撞倒了椅子，發出巨大的聲響，但沒有人敢停下來。小張跑到門口時還回頭看了一眼，眼中滿是擔憂。他想要叫陳志遠一起走，但看到他依然站在原地，只能咬咬牙跟着大家離開。短短10幾秒，原本擁擠的辦公室就只剩下了陳志遠和林雪梅2人。空蕩蕩的辦公室裡只能聽到2人的呼吸聲，氣氛緊張的仿佛空氣都要凝固了。林雪梅死死盯着陳志遠，胸口劇烈起伏，眼中既有憤怒，又有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情緒。她的雙手還在微微顫抖，顯然在極力控制自己的情緒。而陳志遠依然保持着那個詭異的笑容，仿佛剛才什麼都沒發生過。但仔細觀察的話，可以發現他的眼神比剛才更加銳利了，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劍。你想幹什麼？林雪梅的聲音已經有些嘶啞。你到底想幹什麼？陳志遠慢慢走向他，每一步都讓林雪梅的表情更加凝重。他的步伐很從容，但那種從容中透着一種不寒而栗的堅定。當他走到距離林雪梅不足1米的地方時，整個辦公室的氣氛達到了頂點。2人對視着，空氣中仿佛彌漫着看不見的火藥味。陳志遠突然停下腳步，壓低了聲音，一字一句地說道：“大姑，我們該談談了。關於那些你以為沒人知道的事情。”林雪梅的瞳孔瞬間收縮，臉色變得慘白如紙。她張開嘴巴想要說什麼，但卻發不出任何聲音，整個人就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嚨一樣，呼吸都變得困難起来。你知道什麼？林雪梅的聲音顫抖着，仿佛在恐懼着什麼。陳志遠的笑容變得更加深邃。我知道的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多，大姑，我们真的該好好谈談了。林雪梅癱坐在椅子上，整個人都在發抖。她用顫抖的手捂着臉，聲音哽咽地說：“志遠，你怎麼能這麼對我？我是你大姑啊！”陳志遠看着眼前這個曾經威嚴的女強人，此刻如此脆弱，心中也有些不忍，但他知道有些話必須要說清楚。大姑，我也不想這樣。他輕嘆一聲，走到林雪梅身邊坐下。但是您應該知道，我為什麼要這麼做。林雪梅放下手，紅着眼睛看着陳志遠。你從小就聰明，我早該想到瞞不過你。可是志遠，我這麼做都是為了保護你，保護我們整個家族的事業。3年前，陳志遠大學畢業後，原本可以直接進入林雪梅控制的幾家公司擔任管理職位，但他堅決拒絕了，非要隱瞞身份，憑自己的能力找工作。我不想別人說我是靠關係才有今天的成就。陳志遠當時是這麼說的。林雪梅起初反對，認為這樣太辛苦，但看到外甥的堅持，她最終同意了。不過，他提出了一個條件，
陳志遠必須來華騰科技工作，這樣他至少可以暗中關照。為了不暴露身份，陳志遠改了簡歷，隱瞞了教育背景和家庭情況，而林雪梅也嚴格要求公司的高層保密，絕不允許任何人透露陳志遠的真實身份。3年來，陳志遠憑借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成為了銷售冠軍。而林雪梅雖然暗中關注，但從未給予任何特殊照顧，甚至有幾次，他還故意對陳志遠更加嚴格，生怕別人看出端倪。我知道您的苦心。陳志遠握住林雪梅的手。這3年來，您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能力，我的成績是實打實拼出來的，沒有人可以質疑。林雪梅點點頭，眼中閃過一絲欣慰。你確實很優秀，比我想象的還要優秀。志遠，我為你驕傲。那您為什麼要騙我？陳志遠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。為什麼要讓我以為公司真的要倒閉了？林雪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後苦笑着搖了搖頭。因為有些事情，我不能告訴任何人，包括你，至少在計劃完成之前不能。什麼計劃？陳志遠追問。一個關乎華騰科技生死存亡的計劃。林雪梅站起身，重新恢復了一些威嚴。志遠，有些人想要我們的命，想要奪走我們辛苦建立的一切。林雪梅走到窗邊，看着外面的城市風景，緩緩開口：華騰科技現在面臨的不是普通的經營困難，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收購戰。他轉過身，看着陳志遠：你還記得3個月前那個神秘的投資公司嗎？他們曾經找過我，說要投資華騰科技。陳志遠點點頭，我記得，您當時拒絕了。沒錯，我拒絕了。林雪梅的眼中閃過一絲憤怒，因為我發現這根本不是什麼正常的投資，而是一次惡意收購。他們的目標是我們的核心技術和客戶資源。原來，這家名為天啟投資的公司背後站着華騰科技的幾個主要競爭對手。他們聯合起來，試圖通過各種手段逼迫華騰科技就範。首先，他們通過內部人員獲取了華騰科技的核心技術資料，然後推出了同類產品，以更低的價格衝擊市場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最近公司的訂單大幅減少。其次，他們還通過各種關係對華騰科技施壓，包括銀行、供應商，甚至一些政府部門。這就是為什麼銀行突然收緊了授信，供應商開始催款。他們的目標很明確，林雪梅咬牙切齒地說，就是要讓華騰科技陷入困境，然後以極低的價格收購我們。那您為什麼不反擊？陳志遠不解地問。以您的能力和人脈，應該不至於束手無策。林雪梅苦笑一聲，反擊？你以為我沒有試過嗎？問題是，對方的實力太強大了，而且他們在我們內部還有內應。說到這裡，他的表情變得異常嚴肅。志遠，我懷疑公司內部有人在配合他們，技術洩露、客戶流失，這些都不可能是偶然的。陳志遠心中一震，您懷疑是誰？現在還不能確定，但範圍已經縮小了。林雪梅說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我才不能告訴任何人真相，包括你。我必須讓所有人，包括那個內鬼，都以為華騰科技真的要完蛋了。陳志遠恍然大悟，所以您故意制造財務困難的假象，包括削減獎金。沒錯，林雪梅點頭。只有這樣，對方才會放鬆警惕，而內鬼也可能會露出破綻。那現在呢？陳志遠問。您的計劃進行得怎麼樣？林雪梅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光芒。比我預想的要順利，
對方已經開始準備最後的收購行動了，而我也基本確定了內鬼的身份。您確定內鬼是誰了？陳志遠急切地問道。林雪梅點點頭，是王建國。王建國是華騰科技的副總經理，也是公司的元老之一。他在公司工作了10年，一直被視為林雪梅的得力助手。我最初也不敢相信，林雪梅說，但證據確凿。這3個月來，我一直在暗中調查，發現王建國與天啟投資的人有多次秘密接觸，而且技術洩露的時間點和他的行蹤完全吻合。陳志遠回想起最近王建國的表現，確實有些異常。平時很少加班的他，最近經常深夜還在公司，而且對一些敏感信息表現出異常的關注。那您準備怎麼辦？陳志遠問。我需要更確鑿的證據。林雪梅說，光是懷疑還不夠，我需要抓住他的把柄，讓他無法抵賴。我可以幫您。陳志遠毫不猶豫地說。林雪梅看着自己的外甥，心中湧起一股暖流。志遠，這件事很危險，如果被王建國發現了，大姑，我不怕。陳志遠堅定地說，華騰科技是我們的家，我不會讓任何人毀掉它。林雪梅沉思了一會兒，然後點了點頭。好，那我們聯手，但是你必須絕對保密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們的關係和計劃。您放心。陳志遠說，我知道該怎麼做。接下來，林雪梅詳細地向陳志遠說明了他的計劃。他要讓王建國以為華騰科技真的要破產，誘導他採取更加激進的行動，從而暴露更多的證據。天啟投資那邊已經等不及了。林雪梅說，他們給王建國施加了很大的壓力，要求他盡快完成內部破壞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會露出馬腳。我需要做什麼？陳志遠問。繼續保持你目前的表現。林雪梅說，對外表現出對公司的不滿和擔憂，這樣可以讓王建國更加安心。同時，你要密切觀察他的一舉一動，收集證據。陳志遠點點頭，我明白了，大姑，您這3個月一定很辛苦吧？林雪梅苦笑一聲，確實很辛苦。看着自己辛苦建立的公司被人蠶食，卻不能聲張，這種感覺你無法想象。特別是看到員工們對我產生誤解，心裡更不好受。員工們會理解的，陳志遠安慰道。等真相大白的時候，他們就會知道您的良苦用心了。希望如此。林雪梅嘆了口氣。志遠，我現在最擔心的是，如果計劃失敗了，不會失敗的。陳志遠打斷了他的話，我們一定會成功的。大姑，您相信我。林雪梅看着眼前這個年輕人，心中充滿了感動。她知道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，家人永遠是最可靠的支撐。計劃進行的比預想的還要順利。3天後，陳志遠在王建國的辦公室裡發現了關鍵證據，一份與天啟投資的秘密協議。協議顯示，王建國不僅向對方洩露了公司的機密信息，還承諾在收購完成後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。更令人憤怒的是，協議中還詳細列出了華騰科技員工的處理方案。按照計劃，收購完成後，超過1半的員工將被裁減，而剩下的員工也將面臨大幅降薪。這個混蛋！陳志遠看着協議內容，憤怒得渾身發抖。當晚，他將證據交給了林雪梅。林雪梅看完後，臉色陰沉得可怕。志遠，你做得很好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現在是時候收網了。第2天，林雪梅召開了公司高層會議，所有的部門主管都參加了，包括王建國。
各位，我今天要宣布一個重要消息。林雪梅開門見山地說，華騰科技即將進行重大戰略調整。王建國眼中閃過一絲興奮，他以為林雪梅要宣布接受天啟投資的收購了。首先，我要向大家道歉。林雪梅說，最近幾個月，大家一定感覺到了公司的變化，甚至有人擔心公司要倒閉。我想說，這些擔心是多餘的。在場的人都面面相覷，不明白林雪梅要說什麼。華騰科技不僅不會倒閉，相反，我們即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機遇。林雪梅繼續說道，經過幾個月的秘密談判，我們已經與幾家國際知名企業達成了戰略合作協議。王建國的臉色瞬間變了，這和他從天啟投資那裡得到的消息完全不符。但是，在我們展開新的合作之前，必須清理內部的蛀蟲。林雪梅的聲音突然變得嚴厲起來。有人背叛了公司，背叛了所有同事的信任。說着，他拿出了那份協議，放在桌子上。王建國，你有什麼要說的嗎？王建國看到協議，臉色瞬間變得慘白。他張了張嘴，想要辯解，但卻說不出話來。我可以解釋，他結結巴巴地說。解釋什麼？林雪梅冷冷地問。解釋你是怎麼把公司的機密賣給競爭對手的，還是解釋你準備怎麼處理這些跟你並肩作戰了10年的同事？其他人聽到這話，都震驚地看着王建國。誰也沒想到，平時看起來忠誠的副總經理竟然是個叛徒。面對鐵證如山，王建國終於承認了自己的罪行。原來，他因為賭博欠下了巨額債務，被天啟投資利用，最終走上了背叛的道路。我對不起大家，對不起公司。王建國痛哭流涕地說，我真的沒有選擇，每個人都有選擇。林雪梅嚴肅地說，你選擇了背叛，就要承擔後果。當天下午，王建國被警方帶走，而華騰科技也正式對外宣布了與國際合作夥伴的協議。實際上，這些國際合作並不是臨時談成的，而是林雪梅早就在準備的項目。她之所以保密，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消息洩露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王建國設下陷阱。隨着真相的公布，華騰科技不僅化解了危機，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。那些被天啟投資拉攏的客戶紛紛回歸，公司的股價也創下了歷史新高。而陳志遠也因為在這次事件中的出色表現，被正式提升為銷售總監。他的年終獎不僅恢復到了原來的20萬，還額外獲得了10萬的特殊貢獻獎。最重要的是，林雪梅決定正式公布陳志遠的身份。在公司的年會上，他當着所有員工的面說，陳志遠確實是我的外甥，但這不能抹殺他3年來的努力和成績。他用自己的實力證明了，家族企業也可以任人唯賢。員工們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那天陳志遠叫大姑不是冒犯，而是在提醒林雪梅危機的存在。而他說公司要倒閉了，實際上是在警告林雪梅要盡快行動。難怪他那麼從容。李華感慨地說，原來人家早就知道真相了。我就說嘛，志遠哥肯定有底牌。小張興奮地說，要不然誰敢那麼跟董事長說話？陳志遠聽着同事們的議論，心中五味雜陳。這3年來的隱忍和努力，終於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和林雪梅的關係也因為這次共同作戰而變得更加深厚。大姑，我們成功了。陳志遠在年會結束後對林雪梅說，是的，我們成功了。林雪梅欣慰地笑了。志遠，謝謝你。
如果沒有你的幫助，我可能真的會失敗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陳致遠說，華騰科技是我們的家，我不會讓任何人毀掉它。林雪梅點點頭，從今以後，華騰科技就交給我們這一代人了。我相信，在我們的努力下，它會變得更加強大。夜深了，華騰科技大樓依然燈火通明，但這一次，燈光代表的不是加班的疲憊，而是對未來的希望。陳致遠站在辦公室的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城市夜景，心中充滿了感慨。3年前，他只是一個想要證明自己的年輕人。3年後，他不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，還幫助家族企業度過了最大的危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明白了一個道理：真正的成功不是個人的成就，而是能夠承擔起家族和企業的責任。致遠，在想什麼呢？林雪梅走了過來，在想未來。陳致遠說，大姑，我們的路還很長。是的，路還很長。林雪梅說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們團結一心，就沒有過不去的坎。她停頓了一下，然後說，致遠，你知道嗎？這次事件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：家族企業最大的優勢不是血緣關係，而是彼此之間的信任和支持。我也學到了很多。陳致遠說，特別是您這幾個月的堅持和智慧，讓我對企業管理有了全新的認識。兩人相視而笑，眼中都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。華騰科技的故事還在繼續，而陳致遠和林雪梅的合作也才剛剛開始。他們知道，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挑戰等待着他們，但他們也相信，只要保持初心，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困難。在城市的夜空下，華騰科技大樓就像一座燈塔，照亮着前行的道路。而陳致遠和林雪梅這對姑侄，也將在這條道路上攜手前行，共同書寫屬於他們的傳奇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